最近呢，河南郑州巩义双槐树古城遗址新闻不出我所料，按照各大媒体和营销号的一贯调性，一定要大喊一声震惊！炎帝皇帝帝喾尧舜禹古城被证实了，中华民族向前推进了多少年？其实别说什么炎黄啊，就算连夏朝学界都没有拍板钦定啊。有人说了，这是西方刻意贬低我们的阴谋论。然而，就算是号称夏都的洛阳二里头遗址考古带头人许宏先生都不敢说夏朝被挖出来了啊。学者严谨，靠工资吃饭，但营销号不是啊。所以啊，只要中国出现古老遗址，多半会扣上一个传说的帽子。别说炎黄，什么后羿伏羲、女娲都要出来了。这次的郑州巩义，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那么如果说到刘关张三营战吕布的虎牢关，你肯定不陌生。这次发生的古城就在古虎牢关旁边11公里啊，刘邦项羽划分的鸿沟也在这附近。它东边是一望无际的中原黄淮海平原，而西边不远处则是黄河小支流伊洛水所在的一个小盆园平地，著名的古都洛阳就在这儿。古城的断代时间啊是大约5300年前，也就是公元前3300年。客观的说，比起更早熟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在实际上也并非多么的出彩。而这次考古的意义啊，并不在于这几年大肆宣传的北斗、紫薇崇拜、大型公共建筑，甚至是日后明堂天坛建筑的雏形3层团壕。更主要的是啊，我认为这里除了河南所属的仰韶文化之外，还发现了长江流域所在的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以及山东大汶口文化等多地古遗存的特征。要知道，在这之前，无论是江浙两渚，还是两湖大溪，甚至是陕北石峁等发达的遗址被发现之后啊，仿佛中国出现了一种地方包围中央的神奇情景，那就是中原的遗址不怎么厉害。而就算在河南内部啊，很多人也对自己的省会郑州更是颇有微词，总觉得好像这地方啊，要不是因为近代的火车道，也不会轮到它当省会。不过随着近些年河南，尤其是郑州周围的西山、点军台、大河村等多个遗址古城的发掘，我们才发现，就郑州这种交通极佳的四战之地啊，连年的战乱让它难成气候，但是一旦长平，其潜力则不可估量。它更让我们意识到，比起谁更早这种纯问题，中原文明啊，越到后来越显得兼容并包，最终形成了后世中华王国的雏形，甚至帝国。其实啊，别说夏朝，早在100多年前，就连商朝都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不可证明的。直到安阳殷墟、郑州商城等古城的陆续出土，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璀璨发达的商文化，带着文明的重要讯号文字，确凿的刻在了大地上。科学的本质啊，是归纳把正名和正伪等等，它本不应该融入过多的民族情绪。100年前的我们呀，羸弱迷茫，迫切的需要祖国光辉给我们建立的信念。但是如今的我们正在创造更辉煌的未来。夏朝皇帝存不存在，我不知道，其实也不太感兴趣。或许证据在更深的地下，或许是穷尽几代人一生也难以发现的。但是就如今的考古发现，比起硬抠这么几个字眼儿，四方汇聚于中原问鼎，中原九鼎逐鹿四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的文明凝结，早就超越了传说中的图腾的意义。对于某些一方面逢西方必仿，一方面得到西方承认又大肆显摆的哥们儿，他们早就失去了对于中国这两个字的包容和自信。比起总拿祖宗比阔，不如珍重祖先努力建的这片大地，别让他们为我们这些后人蒙羞的好。说到非洲啊，大家的第一反应肯定还是以黑为主，然而非洲的黑却各有各的不同，除了大家经常调侃的什么亮面黑、磨砂黑等等，比如这个南非的国父曼德拉啊，我如果说他是一个晒黑的中国老头，你也有可能信。再比如这个啊，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美女，属于闪人啊，和犹太人、阿拉伯人同宗，皮肤白一点的就是西方人的样子了。再比如这个刚果的比格米人，身高不过1.4米，相反同样也会有西非这种啊高个大长腿跳舞的班图人啊。也正是随着近半个世纪以来，生物学研究进入分子阶段啊，我们竟然发现啊，就算是一个东方的日本人和一个西欧的爱尔兰人这么远的距离，他们之间的 Y 染色体基因差距很有可能还没有非洲两个部落之间大呢。这么一个研究啊，也促成了如今著名的非洲起源论的来源。也就是说啊，其实啊，全世界各地发现的所谓猿人，比如北京人、蓝天人、元谋人等等，不过是已经一个灭绝的人属物种叫做直立人 （Erectus Homo）。全世界的人呢，都不过是一个距今10万年以内，在非洲进化好了之后啊，才走出来的结果。我相信这个时候一定有一些全部知识来源都老自己老营销号以及赠来的脑门的脑补的老哥说道啊，你胡说我都听说了，我们已经挖出来的一些虽然我都忘了叫什么名字，但是源自于本土的早期人类。我也忘了叫啥的科学家已经证实了。其实呢，这个科学家呢是中科院的院士，叫做吴新志啊。以他为代表的科学家曾经发现中国本土的一系列化石啊，比如许昌人、大理人、金牛山人等等，都和现在的中国人在体质人类学上有点相似样。最有特点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扁平的铲状门齿。所以呢，这一类学说呢也一直被认为是多地起源的证据。不过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我们又一次发现，在非洲以外的人类几乎都有一定各地早期人属物种的基因，比如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等等。这一方面呢，虽然印证了吴新志院士
士等人推测，却更加印证了非洲起源论的假说。一群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物种晚期智人，在和亚欧大陆中各种土著早期智人的屠杀为主、融合为辅的情况下融合，形成了我们如今的人类。不过无论你接受哪一种理论，不说你需要什么科学素养，最起码也要看着正常论文让断章取义的无良媒体带动了你的屁股，坐进了你的脑袋让一些不知道哪里的乡土气息恨不得陕西的猴成了陕西人，北京的猴成了北京人，云南的元谋猴成了云南人一样，恨不得弄个几十万年前的老户口，我觉得也挺滑稽的。总而言之千万年祖宗几千年历史从来都不是什么优越感的来源韩国人自称自己有8000年历史，但你看现在是不是国土就是弹丸，政治就是附庸，饮食就是泡菜，也没啥意思。比起利用脚下的土地虚无的自豪，我更希望这片土地因为你的建设而变得更加骄傲的好。之前我们先来放这么几个日语、韩语的单词比如这个文化自由中国経済大学우초再比如这个韩语单词文化自由中国経済大学우초。哎呦喂，某些别说外语连汉语都没咋学明白的小兄弟一拍大腿赶紧敲着，这不就是汉语方言吗？你看我都说这是我们的弟弟，仿佛已经忘了自己的出租房和伟大的祖国站在一起，与历史同进退的站在了东京和首尔之间了我们之前的内容就说过日韩两国不仅在基因上同中国汉族相去甚远，语言上更是彻彻底底的独立语系也就是说和汉语的关系同英语的关系差不多。那么问题来了，你一开始放的那些词儿为什么又和汉语这么像呢？日本为什么又要用汉字呢？我们来看个例子这个是日语的数字读法一起逆三系勾罗库西，哇，听着是不是特像汉语？尤其是那南方小伙伴觉得更像了。但是如果你用着这套词去买东西的话，对方一定一脸懵，因为日常中他们会这么说数字：一头子、夫他子、米子、有子、一次子。这下好像就听不懂了。其实我们中文母语者总会下意识的认为，任何语言都应该是一门语言嘛，咋可能一门语言是几门语言的混合呢？其实神奇的是世界上像中文这样在3000年前词源就已经成型，外来自极少的语言已经基本是凤毛麟角了。就包括我们学的英语属于古英语的词汇竟然连26%都不到，其他大部分都是拉丁语、希腊语等的词汇。而日语、韩语等语言呢，他们的古词汇和汉语更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比如这个风、風、雨、雨、車、車、是、又世界、优当然它文字用的是汉字，因为它自己本来没文字。但一定要记住，语言和文字是两码事儿。英语用的 A B C D 也不是英文字母，而是借用的意大利的拉丁字母。不过呢，先进文明影响落后文明肯定不只是文字，一旦涉及到高级词汇，日语也是大量借用汉语比如还是前面那几个汉字在这些词它就变成了什么富米、薄い殿下、世界。读音呢都是古汉语发音的变种，因为一些南方方言保存了部分古汉语的发音，所以总有人觉得日韩语酷似方言。那这个时候一定又有人说了对的，南方方言这就是古汉语的遗存你们北方方言是彻彻底底的胡音儿。胡音儿不说，你脑子肯定是有点糊。那我们下一讲再看看吧。如今普通话的定义很简单，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语言。而普通话确立的背后相信各位一定听到过诸多版本比如广东话差一票成为了普通话，四川话差一票成为了普通话，我勒个天，甚至还有洛阳话、西安话等一票普通话等等。在近代以来其实民国第一次确定标准国音是有着详细记载的，我们翻译一下就知道了。1913年，当时的教育部筹备处成员一共80人中，绝非部分营销号所声称的大部分为北方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来自于包邮区，其中江苏会员17人，浙江9人，其次才是包含京津冀的直隶7人，剩余福建、广东、湖南各4人，其中就算是广东人全部投了自己，也不可能导致广东话就差一票成为了普通话。而整个会议中最后的结果，反正更顺利的确定了以北京音为基准的国语，只有在若干文字上采取了讨论，再制定的结果。建国后的普通话基本是延续了这么一个方针，包括如今台湾省的国语，同样是以北京音为基准。其实形成这种情况不难理解，就拿广东来说，光广东一省就有广府话、客家话、潮汕话等等，更别说几个方言区还有大囊片区了。而到了福建还有闽东话、闽北话、莆仙话、闽南话等等，互相更是交流不能更别说到了湖南、浙江的山区中，更是村村不同音的神奇情况了。而对于北方来说呢，虽然大家号称有什么北京话、山东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但是在语言学上，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官话，或者是北方方言。不仅北方，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地的西南官话，以及南京、合肥等地的江淮官话，同样属于北方方言。只要是官话区，就算你是在云南边陲，还是广西桂林柳州，它本质上都和东北大哥的大碴子味毫无区别更比起十里不同音的南方，已经算是千里大同了。所以，最起码普通话从官话里挑，问题是不大的。
到这儿呢，你也能看出官话本来分布区就多为平原，人口密度非常高，而官话这个词儿本身的意思就和普通话非常接近，本身就是历朝历代以首都一带，比如洛阳、长安、南京、北京的语音为基础，进行屡次推谱的结果。而从元朝至今700多年间，除了加一起还不到60年的南京，北京一直都是中国的首都，以北京音为官话基准本来也是自古以来的惯例。不过说到这儿，肯定有一部分小兄弟迫不及待打开评论区就跳脚啊！你虽然这么说，但是我听说过某些老营销号的大师说过，南方方言那是古洛阳话的遗存，是正统汉语。现在的北方官话已经是外族统治下的胡音了。看普通话叫满大人，这就是满大人啊！我的天！且不说这些小兄弟啊，上学的时候估计都是老师教育局都要打寒战，一问三不知，到我这儿又成了一个勇于举手、万事通言的3好学生。我们倒是可以看看这南方的大地是否可以像个冰箱一样保存住古代语音，而北方方言呢，却真是一个任人凌辱的杂交产品嘛。